女孩从动感单车上摔了下来，醒来后竟以为自己化身超级大美女。Beautiful。随后，女孩自信地参加比基尼大赛，然而台下的观众却一脸困惑，以为女孩走错了片场。此时与她同行的杰森也显得十分窘迫。可紧接着，朱莉一把抢过主持人的麦克风，自信大方地介绍着自己。朱莉幽默的话语立刻打破了现场的沉默，观众们纷纷鼓掌叫好。DJ。随后，在音乐的引领下，她尽情释放自我。尽管她的舞姿并不亲民，但却充满了力量与美感。那份自信与从容，让她的每一个动作都散发着迷人的魅力。台下的观众也不禁被她折服，而杰森也被朱莉的魅力所吸引。尽管朱莉没有赢得比赛的第1名，但她的表演已经征服了所有人，包括杰森的心。如今的朱莉更加自信，她来到她一直梦寐以求的化妆品总部应聘前台的职务。很快，她便接到了面试的通知。然而，当她来到公司后，面试人员在看见她的样貌身材后不禁有些诧异，因为前台的工作向来对外貌要求极高，更何况这是一家顶级的化妆品公司。于是他们好奇地询问她为何要面试前台的职务。 What are your goals exactly? To work here as a receptionist. 然而这句话却让老板雷尼感到好奇，为何朱莉要这么坚定地选择这个职位？ My only real goal is to come here to this office every day and help people feel the same way I feel when I step off that elevator. That this is the only place to be. 朱莉的这番话成功地打动雷尼。就这样，朱莉顺利入职公司前台，她热情地接待每一位到访的客人，为他们准备冰凉的冷饮，还贴心地递上吸管，防止弄花他们的口红。然而这一幕却被公司的太子爷伯特看见，这不禁让伯特对她刮目相看。 Who hired you? Avery. Your sister? Good for her. 伯特的夸奖让他激动不已。这天，朱莉去给会议室送水时，不慎打翻了公司新出的腮红样品。她急忙弯腰去捡，手忙脚乱中捡起了腮红和化妆盒，却发现怎么也找不到腮红刷。这时，蕾妮提醒她，这个新品根本就没有腮红刷。朱莉这才尴尬地从桌子下钻了出来。然而，蕾妮却有些不悦，她认为朱莉对自家的产品了解不够。于是，朱莉立即解释道：“她当然知道公司的高档产品向来是不配刷子的，可这款新品面向的是平价市场，如果不搭配刷子，女孩们只能用手指上妆，这会大大降低使用体验。但如果为了平价彩妆还要额外购买刷子，那么平价彩妆也就不平价了。”朱莉独特的见解让蕾妮对她刮目相看。于是，在午休时，蕾妮又一次找到了朱莉。女人看着自己纤细修长的手臂，抚摸着匀称笔直的双腿，发出了阵阵惊呼。原来朱莉被男友嫌弃太胖，因此分手。于是她来到健身房，想要改变自己。 Be what you've always wanted to be. 在教练的鸡血式鼓舞下，朱莉将自行车蹬得飞快。可初次运动的小白哪里承受得住这种速度？她一个重心不稳，直接栽了下去。然而当朱莉醒来后，她发现自己的身体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朱莉不敢置信地看向镜子，因为在她的眼中，自己已然变成了一个身材火辣的美女。 Look at me! Look at my boobs! Look at my ass! Beautiful. 朱莉激动地找到好友，想要分享这个喜讯。她怕闺蜜们太激动，一上来就赶紧捂住她们的嘴。可闺蜜们却一脸懵逼，完全搞不懂朱莉葫芦里卖的什么药。朱莉以为她们是被自己翻天覆地的变化惊到认不出自己，于是她使出浑身解数，拼命向闺蜜们证明自己就是朱莉。可闺蜜们却以为她减肥减得走火入魔了，只好顺着她的意思配合她表演。 And I don't know how this happened, and I can't explain it. All I know is that Luna reached into my soul-cycled soul and just gave me what I've always wanted. The chance to be beautiful. Oh. Yeah, well, that's great. Yeah. 朱莉看到闺蜜们的反应，更加坚信自己现在就是个身材火辣的大美女。从那以后，朱莉的生活就像开了挂，她变得自信满满。走在街上看到美女时，朱莉不再低头自卑，而是大方上前夸赞。别人开门，她都认为是特意为自己而开。听到口哨声，她立马认为是因为自己魅力四射。朱莉沉浸在自己是美女的世界里，连排队结账时，后面的男士多看了她一眼，她都觉得是在向她暗送秋波，于是自信地回应。 All right, give me your phone. 男人一脸懵逼。 Your phone. Let me give you my number. Are you checking out now? So I'm here. And you know, I will do my best. I'm so good. 就这样，两人交换了联系方式。朱莉回家后精心打扮，满心期待对方的邀约，可却迟迟没有消息。于是迫不及待约会的她主动给杰森打去电话，没想到电话那头的杰森竟对她毫无印象。但出于绅士风度，杰森还是邀请了朱莉周末出去约会。这时，朱莉偶然间看见了比基尼大赛的海报，这让空有一身魅力的她激动了起来。随后，她拉着杰森来到了比赛现场，兴奋地撩起衣服，在胸口打了个结。这一大胆的举动吓到了杰森。说完，不顾杰森委婉的劝阻，便要准备上台。女孩因意外撞到了头，醒来后竟以为自己变成了绝世大美女。 Oh my god, feel my abs.
rock hard, right? Feels full. It's rock. 随后，他不仅凭此收获了爱情，同时也获得了领导的赏识。在午休时，蕾妮又一次找到了朱莉，他想在商场的专柜用专业的化妆师来展示产品，希望朱莉能给他提供意见。If you think you should know it, please tell me, because I'm really freaking out about this whole thing. 面对蕾妮的请求，朱莉只好讲述自己的想法。朱莉觉得专柜的柜姐们个个光鲜亮丽，这可能会让一些长相平平的女孩感到自卑，甚至怀疑自己化妆的价值，觉得不管怎样努力都是徒劳。而蕾妮从未想过这一点，这不禁让她有些懊恼，甚至自责自己的疏忽。她向朱莉袒露心声，尽管具备出色的领导能力，但她总是因为自己那娃娃音而感到自卑，这让她在职场上时常感到不自信。但朱莉却宽慰着说，她已经十分优秀，是自己梦寐以求想要成为的人。在朱莉的宽慰下，蕾妮心情逐渐好转。随后，为了感谢朱莉，蕾妮邀请她一起共进晚餐。于是朱莉便找到杰森，希望他能够和自己一起赴宴。此刻的杰森也终于袒露心声。I think a lot of people are confused about themselves. They obsess over whatever negative quality they perceive in themselves, and they completely miss the thing that really makes them. I was. 就这样，朱莉不仅收获了事业，同时也收获了爱情。然而，当朱莉和杰森来到餐厅时，才发现原来并不是公司团建，而是蕾妮的家庭聚会。原来，蕾妮的奶奶希望她可以陪同蕾妮一起去波士顿出差，共同为公司的新产品进行宣展。面对两人的盛情邀约，朱莉欣然接受。就这样，她乘上了飞往波士顿的飞机。然而，在飞机上，她却意外遇到了太子爷伯特。原来，伯特准备去波士顿看球赛。这时，伯特半开玩笑地问朱莉，看到他是否感到惊喜。朱莉一时间无法作答，只能尴尬地敷衍回应。这暧昧的话语让她有些不适。可当朱莉在酒店准备演讲稿时，伯特却敲响了她的房门。尽管有些诧异，但出于礼貌，朱莉还是让他进了屋。原来伯特只是想借用电话点餐，因为他的妹妹蕾妮禁止他在房间里点任何东西。可紧接着他便自来熟地坐在朱莉的床上，显然他真正的目的远不止于此。随即他翻阅起朱莉的演讲稿，对她的能力赞不绝口，称赞她是一个有魅力的女性。在伯特的夸奖下，朱莉逐渐放下了戒备，坐在了他的身边。但就在伯特即将得手时，朱莉的手机突然响起，屏幕上显示的杰森的照片让她瞬间清醒。随即他找了个借口将伯特推出门外。朱莉看着镜子中的自己感到十分懊悔。这时他听到门外有人叫他，慌乱中不小心撞到了浴室的玻璃，昏了过去。当他再次醒来时，已经错过了和蕾妮约定的时间。就在他拿着演讲稿准备去找蕾妮时，路过了一个镜子，他难以置信地看着镜中的自己。No, it's gone. 失去了美貌的光环，朱莉又变回了那胆小自卑的自己。她将演讲稿递给同事，让其转交给蕾妮，而自己则选择逃离买票回家。回到家中的朱莉开始自暴自弃，可却不小心接到了杰森打来的电话。她立刻躲避摄像头，不想让杰森看到现在这个不再漂亮的自己。在一阵慌乱中，她挂断了电话，但杰森并没有就此放弃，他不断地发来消息。朱莉意识到自己不能再逃避，于是她决定找到杰森跟他摊牌。可见到杰森后，朱莉还是慌了，下意识地躲了起来。她认为杰森现在一定认不出自己，可当她回头时，却发现杰森正微笑着向她打招呼。朱莉努力让自己镇静下来，而杰森却以为女友是在和他玩陌生人小游戏。Are you here alone? Yes, technically, but I'm meeting my boyfriend. I'm waiting for my girlfriend. What's she like? Like your girlfriend? That's your girlfriend. She is the most beautiful girl in the world. 朱莉听到这话更加难受，因为在她看来自己已经不再漂亮，已经不是杰森喜欢的样子。于是她给杰森打去电话提了分手。I don't know what we're doing. It's over. And that's it? I think I You deserve much better than this. 伤心难过的朱莉找到好友的家。You don't want to go with me. You look pretty anymore. Well, why do you think everyone cares what you look like? You guys are friends because you were fun and funny and kind. 于是，在好友的鼓励下，朱莉重拾信心。她来到公司楼下，而此时的蕾妮正在进行展品宣发。作为公司的 CEO， 蕾妮本应自信满满的发表演讲，但她的娃娃音让她在关键时刻显得有些怯场。这时，灯光突然熄灭，正当蕾妮慌乱不知所措时，朱莉及时救场。她放出了自己的2张照片，向大家讲述着2张照片样貌的不同。可当她转过身看着这2张照片时，她震惊了。There's no magic. That's me. 朱莉这才意识到自己的样貌从来就没有发生过改变，是幻觉让她的心态发生了变化。这一刻，朱莉彻底明白了，真正的美从不是外表的华丽，而是内心的坚韧和勇气。 What if when someone tells us that we aren't good or thin or pretty enough, we have the strength and the wisdom? We are real women, a real, healthy, just strong, funny, kick-ass chick.
朱莉的这次救场不仅挽救了宣发活动，更让在场的每一个人都深受触动。在发布会结束后，她找到了杰森，在彼此的坦诚交流中，两人和好如初。因为杰森对朱莉的爱自始至终都与容貌无关，而是忠于她那独特而有趣的灵魂。